凌晨3点的城市像一头沉入沥青的巨兽，只有苏倩的直播间还醒着，亮得刺眼。13万人，13万双熬红的眼睛粘在屏幕上，看了他手腕上那抹流动的蛊惑人心的绿，那是一只新到的翡翠镯子，在他纤细的手腕上晃啊晃，像一泓被囚禁的春水。姐姐同款，姐姐同款。弹幕疯了，似的刷过去，密密麻麻，像一层层蠕动的饥饿的电子蛆虫。他笑着，声音甜得发腻，指尖划过那冰凉的玉石表面。只有他知道，这抹绿不是山水的灵气，不是匠人的心血，是后台冰冷的数据洪流里被精准捕捞上来的。安抚率算法告诉他，凌晨3点还醒着的灵魂最容易被这种颜色刺痛，继而像飞蛾扑火般点击下单付款。这抹绿是失眠的止痛药，是焦虑的安慰剂，是他通往金山的阶梯。他的世界被这巨大的无形的数据囚笼包裹着，笼子镀着金，镶着钻，里面堆满了虚假的赞美和真实的钞票。笼子外面是什么？他很久没看了，直到那天，他习惯性地瞥向角落那个小小的监控屏幕，屏幕里是老家那间弥漫着消毒水和陈旧木头气息的阁楼。瘫痪的母亲躺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石膏像。但今天不同，母亲浑浊的眼球死死盯着天花板上悬挂的一个小小装置，那是他花大价钱买的，能用眼球动作拼写文字的机器。屏幕上光标艰难的跳动，一个字一个字，缓慢的沉重的浮现，像淬了毒的钉子，一颗颗钉进苏倩的视网膜。你卖贾玉的第13天巷口王婶跳楼了，太阳老金买了300个镯子，嗡。苏倩脑子里那根绷到极致的线断了。王婶那个总是佝偻着背在巷口晒太阳，见了他就笑眯眯喊欠丫头的王婶。300个镯子，他用布满老年斑的手颤抖着点开一个又一个链接，用积攒了一辈子的带着汗味和药味的养老金换回一堆堆冰冷的毫无灵性的染色的石头。镜头前那张被顶级滤镜打磨的毫无瑕疵的脸瞬间垮塌，他几乎是扑过去，手指痉挛地戳向那个关闭美颜的按钮。啪，魔法消失了，屏幕上骤然出现的是一张陌生的脸，烟熏妆像被雨水冲刷过的劣质墙灰，露出底下纵横交错的疲惫，眼袋像2片淤青的乌云，沉沉地压着。最次目的是颧骨上那块硬币大小的深褐色的斑，那是长期熬夜焦虑被屏幕辐射啃噬出的烙印，是他成功的勋章，也是他灵魂的溃烂。这般他猛地想起3年前那个同样闷热的夜晚，手机屏幕亮得灼眼，他对着镜头嘶吼着最后1分钟福利，手慢无，声音亢奋地变了调。就在那一刻，千里之外的老家阁楼里，母亲床头那瓶救命的药从颤抖的手中滑落，滚过冰冷的地板，发出空洞而遥远的咚哒哒哒声。那声音被直播间里震耳欲聋的买它彻底淹没。算法那只无形的手精准地将成功的捷径推送给他，却像最冷酷的清洁工无声地扫走了母亲衰落的药品，扫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呼救。啊！一声压抑了太久混杂着绝望和愤怒的嘶吼从他喉咙深处迸发出来。他猛地转身，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目光扫过直播间角落里那堆小山似的爆款贾玉镯，它们在补光灯下闪烁着廉价而刺眼的绿光，像无数只嘲弄的眼睛。他踉跄着冲过去，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沉重的羊角锤，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虎口一紧。他高高举起锤子，那沉重的阴影掠过他布满泪痕和黑斑的脸，掠过屏幕上疯狂滚动的不明所以的弹幕。姐姐怎么了？新剧本，刺激，快砸！然后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那片虚假的蛊惑人心的绿色山峦狠狠砸了下去。咚！一声巨响，震得麦克风嗡嗡作响，绿色的碎片像被炸碎的玻璃糖果，又像被撕碎的春天，带着尖锐的呼啸，在刺目的灯光下疯狂飞溅。几点猩红混在那片狼藉的绿色碎渣里，格外刺眼。是他握锤太紧，虎口崩裂渗出的血柱，还是王婶从老旧的窗台纵身一跃时，指甲缝里深深抠进去的那抹巷口老窗框上剥落的同样廉价而绝望的绿气。直播间右上角那个代表热度的数字像打了强心针，疯狂跳动膨胀。50万双眼睛隔着屏幕无声的
贪婪的咀嚼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血与绿的破碎盛宴。苏倩站在那片狼藉的碎片中央，握着滴血的锤子，看着屏幕上那张真实、丑陋、布满黑斑的脸。50万的数字在她瞳孔里跳动，像一串冰冷的、嘲讽的代码。数据囚笼的门似乎在她砸下那一锤的瞬间裂开了一道缝隙，缝隙外是母亲浑浊的、质问的眼，是王婶坠楼时呼啸的风，是老家阁楼里那声被遗忘的药品滚落的轻响，还有一片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真实的黑暗。那抹飞溅的绿终于安静了。关注我，让你少走弯路。